69条隧道，现在有50个出口已经被修复完成，也就是说，它恢复率已经到70%。CIA 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他们的地下飞弹脉络跟网路究竟有多么复杂。据报，伊朗至少还有1000枚战术飞弹。它现在最重要的是，他们得到一个新的讯息，就是说，伊朗已经全面恢复无人机的生产，伊朗已经完全准备好下一场战争。他接着要打，那下一场战争什么时候要打？就等着你美国犯错的时候。首先来看到第一条的火线话题，中东战局是不是已经到失控？现在是谁都停不下来了吗？伊朗跟美军方面是从空袭、飞弹到商船都在做打击，这一场冲突还剩下多久的一个误判空间？还是已经升级为更激烈的战争模式？第二件事情，大家还记得吗？川普当时喊话说1周内就可以跟伊朗方面达成协议，但是现在看起来完全不是这样子的。战场大家互相飞弹互射，地下基地已经在伊朗的方面快速的复原了。美方是不是又再一次低估了中东火药库呢？第三件事情，现在呢，川普要阿曼选边站了，但是其实呢，阿曼不一定得这么依靠美国，因为呢，它另外一方面跟中国大陆深度的绑定，这个原本的中立的调停者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大国角力的破口，改写整个波湾的战略平衡？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中东局势，我们要赶快来关心到的是火线，本来只是一些局部零星的冲突，但是现在看起来变成了美伊之间的连锁报复行动。我们赶快看看他们做了哪一些打击哦。先来看伊朗。伊朗的革命卫队对美军的第5舰队巴林总部跟它的空军还有它的直升机基地发动了飞弹跟无人机的攻击。另外呢，在海上还对美国的货轮，包括了这个叫帕纳亚号跟它的地中海萨里斯卡号发动打击。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美国其实在前一天才攻击了伊朗。我们来看到美国的动作，再度的对伊朗的一个通信塔发动空袭之外，美军的炮火还击中了伊朗的油轮联星号等等一系列的打击。针对于伊朗的攻击，美军的中央司令部也急忙强调说，目前为止呢，其实不用太担心，已经成功拦截了所有来自于伊朗的飞弹跟无人机的攻势。但是现实是包括了看到巴林、科威特等多地一直不断的响起各种的警报。双方的战火现在可以看得出来是越来越激烈了，会不会失控？川普还说1周内会达成协议，真的有可能吗？委员怎么看？川普这个人长期以来就是自说自话、自导自演的高手哦。那么川普说很多事情都会达成协议哦，如果川普说的都成真的话，俄乌战争早就结束了。到现在俄乌战争还在天长地久的打下去，不晓得要打到哪一天了。那么当然，对川普来讲，他之所以要不断的强调说马上就要达成协议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很显然的，川普并不想再次的进入这个美伊的战场，他并不想再次进入伊朗的战场。所以呢，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美伊的停火，坦白说是一个很脆弱的很不稳定的停火，就是宣告停火很容易，达成协议很难。所谓的宣告停火很容易，就是说呢，现在就算你跟我零星的打一打，我们彼此还可以说是停火虽然这已经看起来不像是停火了，这就是一个明明就不是停火的停火。那么只要大家还愿意演，那么这个停火就持续下去。但是要达成协议根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那么所以在过去这几周的时间，我们不断的看到美国跟西方媒体在上演一个戏码。这个戏码就是你又看到新闻公布说，美媒表示这个美伊几乎要达成协议了然后呢，甚至上周我们还看到说，这个协议的草案已经放在川普的桌上了，等待他做最后的拍板定案。可是每一次这样的新闻释放出来之后呢，都被伊朗打脸，或者是每一次这个新闻释放出来之后呢，很快就无疾而终了。所以川普在演什么？他就在不断的上演达成协议的戏码，用达成协议这样的一个利多讯息来拖延这个停战的时间，因为当然拖得越久，对他相对来说越有利啊。他坦白讲就是想闪人了嘛，那么能够拖久一点，能够不要回来，这是最好的。对，可是但是很难呐，很难的原因很简单，第一，全世界都在看啊，就你要达成协议，你总要有个协议啊。你现在夹着尾巴逃回去了，就算你拿古巴来出气，可是大家都知道你在这个伊朗是受到重挫了，你是颜面尽失的。所以呢，
横竖你还是要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可是问题是，这个协议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嘛，因为双方的要求跟立场完全是天差地远的。伊朗所提出来的要求是美国完全不能接受的。如果美国接受了伊朗这个要求的话，不但退回当时伊核协议，还倒退1万步啊！那这场战争是白打了哦。可是对伊朗来说，他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跟牺牲，他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最终极的目标，他的人都是白死喽。所以其实坦白讲哦，就现在看起来，这种脆弱的、不稳定的停火协议，这个停火的这样的一个宣告哦，随时都有可能破局。那么对伊朗来讲，我根本就认为他早就已经做好准备了哦。他看这个第5舰队，看美国的这些舰队去封锁他的这个荷姆兹海峡，已经看得很不顺眼了哦。那么只是因为碍于停战这2个字，所以实在是找不到什么理由来攻击他们。可是今天如果这个局势持续的这个恶化下去，大家从原先的零星的小打小闹哦，到这个稍微具有规模的一些冲突之后，很快的这个所谓的宣告停火就会马上破局了。那么对伊朗来说，他早就准备好了。该修缮的东西都修缮好了，该重新生产、重新补给的也补给完毕了。伊朗早就准备要打下半场了，现在就是看川普敢不敢一起下场来打这场仗啊！好，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第一波吗，是成为最近期来伊朗最大的一波的一个军事打击。除了是在往第5舰队的方向，还有这个空军基地。而且另外一方面，其实呢，现在同一时间，其实外界最担心的是，刚刚委员也特别帮我们提到了有关于它的这个飞弹的一个修复的一个进度，尤其是地下飞弹层。因为呢，现在说这个飞弹层的修复进度已经高达了70%。我们来看一下细节，是 CNN 做的一个最新报道，他说呢，被伊朗打的当时破坏的地区包括18座的地下设施跟69个隧道，但是呢，关键点是50个已经完成的修复，而且飞弹层呢，美军真的要拿下真的很困难，原因就是大家都知道它因为它地层非常的深，所以呢，美军不断要去打这个很精准的飞弹之外，还要用这种重型钻地弹，还要有完整的情资等等。但是伊朗现在要修复有多简单呢？只需要派他的工程车跟他的施工团队。伊朗的副司令最近呢，又很有自信的在喊话，他说伊朗永远不投降，战争不可避免。飞弹层会不会成为非常对于伊朗来说非常重要一个成功的关键？干哥怎么看？你看看伊朗哈，当时在就是说去年那个12日战争哈，当时就已经被以色列打个稀巴烂，可是他现在你看69条隧道，这很多啊，对不对？已经修复50个了，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修复绝对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困难。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时美国用的是所谓是不管炸弹之父啊、炸弹之祖啊、GBU-57啊、超级钻地弹。你打下来之后，你把设施摧毁了，可是你没有把那个地方夷为平地啊。对。所以老实讲一句，只要工程车能够再开进去的话，你能够再把那个隧道给打开的话，你就很容易修复了。而且修复没有太大的科技成分在里面，你只要有工程车，你只要有重型挖土机，你就可以做得到。所以7个月来，69条隧道，现在有50个出口。已经被修复完成了，也就是说，它恢复率已经到70%。你觉得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吗？完全不会，完全不会。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伊朗的地下飞弹层不仅仅是在伊斯法罕而已，还有很多个周边的卫星城市都有四通八达的道路。其实说句实在话，这个连 CIA 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他们的地下飞弹脉络跟网路。究竟有多么复杂？所以说到现在为止，你说它的恢复的程度会让人家很惊讶。CNN 特别去做深度报道，他才发现说，绝对不是国防部，绝对不是赫格塞斯当年讲的那样。赫格塞斯在这个用了 GBU-57之后，他就说，从此以后你们伊朗再也没有国防工业了，因为都被我们美国人收拾得干干净净。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这样哦。据报，伊朗至少还有1000枚战术飞弹，这些战术飞弹只差没有装上核子弹头而已，它就会变成货真价实的核子武器了。所以美国为什么那么紧张？为什么一定要你交出浓缩铀？就是因为他知道伊朗的库存的地对地战术飞弹还有很多，而且不是用数据统计的出来，没有办法统计。为什么？因为伊朗已经准备了20年了，
所以你在现在看这种情况，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伊朗真的它能够恢复的这么快，没有错。而且它现在最重要的是，他们得到一个新的讯息，就是说伊朗已经全面恢复无人机的生产。大家知道，无人机的生产技术多拜中国之赐。俄罗斯现在用的最好的、最普遍的叫见证者无人机，那是一种大型的、可毁的、可自毁的无人机，但它不是那种小猫咪、小蜻蜓，不是那种，它是很大一架，摆到我们这个桌子上面的话，可能会占满的，所以它是一种大型自杀无人机。俄罗斯用的最多的就是这种。现在伊朗现在全面恢复生产见证者无人机了，而且它恢复的程度会令美国很惊讶，怎么会那么快？所以你从这些种种的迹象你来看来的话，就是说，伊朗已经完全准备好下一场战争，他接着要打了。那下一场战争什么时候要打？就等着你美国犯错的时候。所以我们就要看到说，他们已经准备20年，所以说他的再20年的力量，他一定是有些蓄积出来，只是他没有在宣传上面告诉你说，我还有什么东西，我还有什么能力。其实老实讲一句，伊朗的韧性就是这样子，它是一个古文明，1000年的古文明，所以说他必须，他知道说他能够有的优点在哪里，缺点又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川普没有想清楚这件事情，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它解决掉的话，对于伊朗而言，它只有是以逸待劳。为什么？因为你不可能再发动像上次那样的作战。因为那太昂贵了，美国国内的舆情绝对不会答应再这样对付伊朗，而且伊朗可以说恢复的能力的话，我觉得比以前要更加的强，所以这个就是说战争不宜再继续下去，会越陷越深。好，所以随着看到这个伊朗的飞弹跟无人机现在恢复大规模的做生产，美国当然很紧张了，希望能够赶快的做和谈。那他现在的重点是说，到底和谈有没有望？那他把这个问题也怪在阿曼的身上，想说，你阿曼到底在搞什么？搞什么鬼啊？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处理好有关于这个美伊之间的和谈问题？所以呢，他要求阿曼，你这个时候要选边站，因为他开始怀疑呢，阿曼是不是有在协助伊朗，包括对于荷姆兹海峡收取通行费，传出美国还要阿曼直接跟伊朗断交。那这一次阿曼会不会这么听话呢？大家也在猜，原因是因为其实近年我们可以看到阿曼跟中国大陆的关系越来越好，包括在彼此在经济上面的绑定。尤其是在2016年，当时签署了一个是杜库姆港50年的合作协议，中方的投资金额也非常大，高达了100亿美元。美方情报单位现在担心的事情是，这一次会不会复制中国会不会复制比照当年的非洲布吉地的模式？也就是说，从建设在当地的商港开始，然后呢变成工业区，这些都是经济上的模式，然后再转为在当地直接建立军事的存在。这个是美方所担心的。那接下来原本比较中立的阿曼，在美国要求要跟伊朗断交之下，会愿意同意吗？那中国可能在阿曼建立所谓的军事存在吗？那阿曼又会同意吗？汉庭怎么看？首先，因为阿曼他在传统的外交就是谁都不得罪，是温和中立不结盟的代表，所以他对伊朗呢本来就是好邻居，而且呢也是德黑兰非常信任的一个对话窗口，对美国也是长期合作的伙伴，而且让美军来使用他的港口设施。对中国大陆呢，他也是“一带一路”的积极响应者，所以他跟大家都好。但现在因为战争的关系，美国逼迫他要选边站。但阿曼基本上还是不会改了。因为中立就是他的立国的根本，他如果放弃中立，等于自废武功。再加上过去从2015年他促成了伊核协议，到近期呢，他也去调解美伊的谈判、也门的停火，所以他中立的调停者是他过去这么多年以来累积的声誉跟国际资产。那他总不会干掉自己砸了自己招牌的事情。而且地理的环境就长在那边，他就跟伊朗来共享荷姆兹海峡，他也不可能去得罪伊朗，那他呢也不可能去彻底倒向美国，所以这是他仍然会保持中立。那现在大家关心的是说，美国施压有没有可能把阿曼推向中国呢？只能说有可能，因为这是一种推力效应。首先在经济方面，
那中国大陆是阿曼最大的贸易伙伴，它的杜库姆港项目几乎是整个阿曼国家转型的重要世纪工程。所以，当美国一方面挥舞着制裁大棒的时候，那中国大陆的投资合作就觉得，你更加可靠，而且也无害。那因为呢，在政治上面的对比，中国大陆长期强调不干预内政，他也很支持阿曼彼此之间的斡旋跟中立的这个状态。这和美国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阿曼的外交官巴德尔在跟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通电话的时候，就也说了，希望大陆能够为地区和平有更大的贡献。那因此呢，双方在美方不断的施压，大陆这边呢展现了一种人畜无害的状态，包容的状态，反而更有可能让阿曼倒向中国大陆，或内心就更加偏好中国大陆嘛。所以这不仅是一个所谓海峡的通行费，它其实也揭示了几个趋势。第一个就是美国角色的改变，从过去它是安全的提供者，现在呢变成了威胁的施加者啊！你不听我的话，我就整你啊，对吧？那以前呢，它是透过利益捆绑的方式，大家来跟美国一起讨好处，但现在就退化成为武力威胁，你不听我的，我就炸你啊！那反观呢，是中国大陆的模式越来越吸引人，因为大陆也是和平的斡旋者跟和平的倡导者，然后不断强调，反正大家一起来赚钱拼经济，那大家就自然的更加喜欢。所以对于阿曼来说呢，中立是必然的。那对于世界来说，其实可以看到是整个旧秩序的裂痕。阿曼的一个抉择，也可以当成是整个国际关系走向的一个小小风向标。好，我们持续关心在中东的战事。现在伊朗是全面的摊牌了，击落了美军的 MQ9之外，还对 F-35开火。最高领袖怒吉塔巴最新怒呛美国去死哦！波湾也拒绝当美国的避风港，这是来自于怒吉塔巴的最新发言。那欢迎观众朋友在留言区跟我们一起做互动。如果您认为说伊朗接下来还会祭出更大的一个报复行动，可以在留言区写下1；如果您认为说伊朗会逐渐的收手的话，可以在留言区写下2，来跟我们做更多的互动。好，3个火线话题呢，今天也会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一边呢，我们看到美军还在跟伊朗谈判，但是呢，他对于伊朗的攻击却是持续的，尤其是针对南部地区了，飞弹阵地还有他的水雷艇都发动了攻击。那美国说这个叫做自卫打击。那还是他其实是因为谈判已经失效了，所以做一个军事升级的一个动作呢？再来看到伊朗的报复行动，不只是击落了 MQ9 无人机之外，刚刚讲了嘛，最高领袖还放话，这个对美国喊话之外，还说波湾不再是美国的避风港，甚至直接在军事行动上面直接对 F-35还有这一款 RQ-4全球鹰无人机开火，中东局势会不会进入下一波的新的升级冲突呢？好，最后来会关心的事情是，美伊谈判其实呢谈到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其实是浓缩铀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一些的进度。伊朗说了最新消息说，接下来他可能会把他的高浓缩铀交给中国大陆来做保管。如果真的成真了，川普有可能去接受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我们来关心到的是，美伊还在谈判之际，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就已经对伊朗做出了攻击。那么立刻的，伊朗革命卫队有了最新的反击动作。我们来看一看现场的最新画面。好，这个是伊朗的革命卫队强烈的反击，高调宣布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还直接公开了这一段击落的画面。除了刚刚我们看到的 MQ9 死神无人机之外，伊朗的反制动作还包括了这个对 F-35还有这一款无人机来做射击、做开火。那穆吉塔巴现在是持续的喊话，他说呢，波湾不再是美国的避风港。那么外界也解读说，接下来谈判是会继续进行的，但是伊朗的对的报复绝对不会退让。那一开始节目怎么请华干哥来帮我们看？伊朗他不断的强调要做对等报复，然后呢他又去击落了 MQ9，现在大家把它视为说，难道只是一个前菜吗？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的军事动作吗？干哥怎么看？美国前一天才刚刚这个去这个攻击了阿巴斯港啊，对不对？那个伊朗的水雷艇啊，他说因为这是最后的威胁，就是现在目前伊朗的那个水雷艇在波斯湾还有布雷的可能，所以他们集成了2艘。
然后也对于沿岸的这个飞弹阵地呢进行了攻击。可是伊朗今天马上就公布了他们击落 MQ9 的影片啊。我说句实在话 ，MQ9 这个无人机被击落的意义很重大。为什么？来提醒大家一下，大约10年前，伊朗最负盛名的，可能是他们建国以来最优秀的指挥官，也就是革命卫队 IRGC 的领袖苏莱曼尼少将，他在巴格达机场啊，他是伊朗革命卫队领袖，但是他在巴格达机场竟然就是被 MQ9 用地狱火飞弹2枚直接命中而死。所以说 MQ9 他今天会在伊朗上空再度被击落，他的寻找目标是谁？你就会在想啦，他不会没有事跑到那边去的，因为 MQ9 不像一般的自杀无人机，它既不是柳叶刀，它也不是弹簧刀，它是高空侦察与攻击型无人机。这架无人机很贵的，因为它的单价要到5000万美金，然后它身上最多可以带8枚地狱火飞弹，它是百发百中的一种攻击武器，滞空时间可以长达8个小时。所以你说说看，伊朗公布的这个画面，代表说它用的是什么？我的揣测是红旗9型，因为只有红旗9能够打到这么高的高度，大约在4万英尺高空去拦截死神无人机，这只有中国提供的红旗9才能够打得到。另外一种红旗19，那是相当于萨德系统，也就是更加的高空那所以说，但是2个不一样的系统，我认为只有红旗9能够把这个死神给打下来。然后伊朗他也宣布了，他对于侵犯领空的另外一架 RQ-4 全球鹰无人机进行了攻击，致使他什么落荒而逃。另外还有一架 F-35，但这两者呢，那拦截程度就更困难了。为什么？因为 RQ-4 比死神还要飞得更高，它可以飞到5万尺高空。如果今天伊朗你能够拦得到 RQ-4 的话，那它是全球鹰，因为它可以滞空12个小时，非常久的那个单价都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种可牺牲的无人机可以比拟的。所以你真的拦到了 RQ-4，请把影片给我们所有人看，这样可以夸耀我们革命卫队的实力嘛，对不对？甚至你还赶走了 F-35，哇，那不简单了，逆中战机你都抓到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 IRGC 有这么的这个神勇威武的话，应该把这些画面就是说释出给不管是半岛电视或者是我们其他的这些平台来看一下，就是说，可见得革命卫队它既然还是有它拦截美国终端的这个空中力量的一种实力，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如果说真的这些飞机被你打跑了的话，代表说你有拦得到他们的机会，这件事情的意义上面非常的大。所以穆吉塔巴也就是现任的伊朗最高领袖，他说，Go to hell， 美国你去死啊！以色列你去死啊！他说 Go to hell， 是不是他因为这样子有了底气呢？他的意思是告诉你说，我打得到，我拦得到，只是我不这样做而已。可见得美伊之间的较劲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其实后面可能会更加精彩。好，所以这一场军事冲突有没有可能升温哦？至少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态度已经表明得非常的强硬。那是不是波湾国家现在在中东的波湾国家看到了目前的情势，所以在态度上面、战略态度上面是不是有开始转向？我们也好像观察到了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迹象。所以呢，我们看到此刻在这个时候敏感的时候，川普继续的推他的这个亚伯拉罕协议，要求多个国家继续呢跟以色列的关系，希望能够比较正常化。那这些他要求的国家包括了有沙烏地阿拉伯、卡达、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等等。他甚至还说，伊朗啊，你未来还是很有机会可以加入的。那我们也看到波湾国家有几个已经开始出来表态了。首先出来表态的是巴基斯坦，直接拒绝说加入这个协议。再来就是沙烏地，他就说呢，这个如果巴勒斯坦无法正常建国的话，他也不想要去加入这样子的一个协议。现在其实海湾国家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说，过
去美国其实可以保护他们，但现在好像感觉呢，在这场美伊战事里面来看的话，他们反而变成拥有美军基地，变成了美国的箭靶哦。那另外一方面，伊朗的总统不断的跟这些中东国家地区的这些盟友来通话。首先，他跟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喊话之外，还跟埃及总统通话。一直强调兄弟情谊，来看一下目前这些中东海湾国家他们的态度，汉庭怎么看？川普很厉害啊，因为他直接说要求大家强制来签。那怎么强制呢？结果没人理他啊，唯一能够出来表态的几个都说他不愿意。那为什么川普要做这件事情？就因为现在战事进展不顺利，他总要找一个可以成功的点。如果他真的让大家来签，他赢麻了。那再来呢？这也是给以色列一个交代嘛。他如果希望能够让战事顺利的结束，好像有点对不起以色列啊。那不如大家来签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对以色列是比较有利的。那而且呢，就算签不成，干嘛呢？没关系，反正本来就是没有的东西啊。如果能多赢一件事情，就多赢一件事情。但这反而能够看得出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不信任。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以来，中东这些国家对美国的信赖基础就是你们在我的土地上驻军，对吧？我跟你们买军火、买美债，那你们要来保我平安。但现在呢，这个美军基地已经未必等于平安了，而且变成伊朗第一波的打击清单，包含卡达、科威特、巴林、阿联都被打了。那过去承诺美国会优先保护盟友，现在来看，你好像也没有保护我们啊！而且你在发动战争，你也没有先告诉我们啊，等于直接把我们推入火坑啊！而且以前觉得美国跟以色列可能地位差不多，或美国可以稍微压制一下以色列，现在看起来好像美国完全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所以这已经不是叫海湾国家怀疑美国了，而是亲眼看见这个保险根本就没有用，所以才会这么多的国家都谴责啊，不仅是谴责美国的这么作为，而且就连现在呢积极在穿梭美国和伊朗和平的巴基斯坦，他也不愿意来配合美国这个无理取闹的这个条件。所以如果问说未来这美军的驻军还会不会恢复到原有的规模呢？短期肯定是不敢啊，长期呢会缩减。你看，像现在哪有一个中东国家、海湾的国家，然后敢在选民面前继续讲啊，这个美军继续过来，对吧？我们要扩大这个美军基地，或者是恢复，没有嘛？你越恢复，那伊朗就继续打你嘛。所以伊朗也讲得很清楚，哪边有美军基地，他就继续打，而且就是成为潜在的攻击对象。所以海湾各国当然就害怕继续被骚扰，继续被袭击。所以现在呢，美军他当然还有的，他不会连夜就被赶回或者是请走，但是长期一定会被礼貌性的边缘化啊，减少你的部署啊，减少攻击型的机种啊。然后那如果现在已经被打残了，他也就慢慢的没有要等它恢复啊。所以长期来看，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大规模的缩减。毕竟大家害怕的不是什么伊朗太强，而是怕美国跟以色列继续乱搞，那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对，所以现在海湾国家的态度，其实大家也在寻求自保哦，寻求一个比较平衡的路线。那我们另外一方面也看到说，那到底这个美伊和谈有没有一些的进度呢？现在根据最新的消息指出，其实关键问题还是卡在浓缩铀的问题。那现在伊朗方面已经想出一个最新的方法，能不能就此来做一个折中的方法呢？就是他们打算接下来把这些高浓缩铀放到中国大陆去，但是重点来了，川普会同意吗？因为他认为哦，在美国的眼里，中国大陆跟伊朗的关系非常的好，有经贸上跟外交上面的合作。那玉君又怎么看？这个可能是这个川普最痛的那条神经吧。就是他同意也不是，不同意也不是。对，因为对他来说，中东是他一个战略的堡垒就是他这个石油美元的基础。那你看，川普他在国家战略上，他是希望继续取得不管是能源或者是海上的这个 choke point 所以在他的这整个逻辑里面呢，他希望跟以色列合作是一个，然后自己国家的利益是一个。所以他现在选择的是什么？一条路是伊朗继续发展核武，这个相信是美国最不能接受的。第二条路呢，是他如果选择不跟中国合作，就是说不让中国进来介入做这个武力担保者或者和平担保者，那这个以色列的看法是，
如果你跟中国合作，我就会反对你；但如果你不跟中国合作，俄罗斯有没有这个实力进来做？因为之前的 JCPOA 是俄罗斯做这个担保人嘛，好，所以川普还要回去看他自己国家的战略到底是什么，他到底要去持续他在选前讲的这个联而治中，还是他认为他这个亚洲重返亚洲到底是不是他一个重中之重？所以我相信他这个骑虎难下，但是这个虎是他自己骑上去的，他没事去惹伊朗，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伊朗它只差一次的核心转离，它的这个技术就可以变成武器，它可以发展6到10枚的核子武器，而且它的核子武器全部都已经地下化了。地下化就是说，你很难在伊朗不配合的情况下，把这些不管是浓缩铀或者是核子武器拿出来，除非你是大军入境嘛。好，所以这个伊朗希望跟中国合作，其实也不是今天才有啊。2021年他们就签了这个在2020年、2025年签的经贸战略这个合作协议。中国也投了将近4000亿的美金在伊朗，然后呢，他们现在等于就是中国，它不只是它的战略、军事，也是它的经济氧气筒啊。而且中国在中东呢，我们刚才听汉庭讲，就是美国在中东有一些国家开始不相信它，不是单一的不相信美国，它因为还有另外一个中国进来，中国它跟这个沙烏地阿拉伯。之前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的冲突，中国进来做调停者，所以中国在这个中东地区，它是有它的一个这个大家对它的信任感。那再来就是这些国家现在对于川普都极度的不信任嘛，也不知道说川普后的美国会不会继续的延续它这个阿拉伯汉这个协议哈。所以美国在中东的能力实力是急剧在下退的。那以色列会不会因此看到这个状况之后呢，就跟美国的这个利益完全的切割？那这个就对于美国来说就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问题。那中国现在变成伊朗或者未来更多世界的这个制裁中心的话，我觉得对于中国的崛起，就是东升西降，对于中国是很有利。在伊朗的部分，穆吉塔巴下令浓缩铀，他说绝不出境。再来就是伊朗的飞弹、无人机，现在根据了解已经全面的复活。美军弹药见底，军售又喊卡，川普这时候不敢再打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在场来宾，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张将军。思明好，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思明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还有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明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记得先帮我们的节目按赞，并且在留言区写下热推。如果希望跟我们互动，跟我互动可以写下思明我在哪一个城市收看，那也请大家帮忙按下热推键，如果有看到这个键的话。今天呢，节目我们要特别来关心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先来看到有关于美军战力的部分，在这一场美伊战事打到现在，美军的战斧飞弹已经发射了超过1000枚了，这是最新的一个数字统计。那么萨德系统现在也消耗了大约最多呢，甚至达到了80%。爱国者飞弹的库存现在也已经这个过半见底了，美军真的还撑得住吗？第二件事情是，没有想到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在此刻又再出来喊话了，怒呛说浓缩铀我们绝对不会送出去外面。同时呢，他也特别提到了这个伊朗的战力的部分，现在无人机他说6个月内已经快速的回血了，飞弹库存还有70%，地下的飞弹基地还有90%都已经正式的重启。难道伊朗在为下一轮的反攻全面备战吗？最后一件事情，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美国现在喊说对台军售的部分140亿美元确定要暂停。另外一方面就是它的联合空对地的飞弹库存剩不到20%。还有42架军机是战损的，损失金额高达290亿美元。所以川普现在说他要谈判，是要止战，还是为美国内部来做止血？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来一起做关心。我们先来看到的是伊朗的最高领袖这来自于路透社的最新爆料，穆吉塔巴下令
说浓缩铀绝对不得运出国境。大家就在看说，穆吉塔巴你的底气到底来自于哪里呢？那么西方媒体特别做了一个披露，整理的是 CNN 跟纽约时报两个媒体特别一起整理起来的这个数据显示，伊朗的军工体系因为正在快速的恢复，给了穆吉塔巴更多的底气，包括在无人机的产能上，最快6个月内就会完全可以恢复。再来就是飞弹的库存仍保有70%战力，机动的发射车现在有70%正在正常的运作当中。再接下来包括了地下的飞弹基地，还有90%恢复运转当中。也代表了一件事情，就是美国过去说要瘫痪伊朗，现在看起来根本就没有做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来自于美国情报圈，现在更担心的是，伊朗接下来会做的事情，就是透过无人机海的战术，恐怕是接下来他会打的这个战术。那么一旦战事再起，以色列跟波湾都在伊朗的打击范围之内。另外，华府还有担心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来自于里海这一条线，有了来自于俄罗斯的各种武器上面的资源协助，包括俄罗斯现在正在透过里海这边持续向伊朗输送的物资，有无人机的零件、飞弹相关的材料，还有谷物、民生物资等等。而且这些里海是美国进不去的，原因是因为根据2018年的里海法律地位公约，美国的军舰是不能进入到里海的。所以华府智库这样说，他说里海对于美国来说几乎就像是不存在的黑洞。节目一开始特别要请教苑老师了。我们先来看到穆吉塔巴下令的这个浓缩铀，他说绝对不会送到国外去。那么伊朗是真的有足够的底气去喊这样子的一个话吗？再来就是里海的生命线对于伊朗的军事能力有多大的提升？苑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这里头的话呢，穆杰塔巴的个感觉上呢，就是从这句话里面已经知道他的确是一个强硬派，啊，因为说呢，伊朗的浓缩铀绝对不往外送的时候呢，原来最早先是伊朗可以谈的。啊，是在谈的。原来他们所有的这个谈判的协议当中的话呢，就有。那么最不能够接受，完全不能够接受任何的浓缩铀没有送出去的话呢，不是美国，是以色列啊，以色列会面对直接的威胁。那么现在的话呢，我觉得呢，你刚刚问到我说伊朗有没有这个底气的话呢，我觉得呢，伊朗有2方面的底气。但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底气是第3方面，前面2方面的话呢，伊朗自己的飞弹也好，无人机剩60%，然后飞弹的话呢，除了制造能力的话呢，还有70%，另外飞弹发射器的话呢，据说呢也有65%，那再加上他们地面上的话，地底下的制造武器的这个能力的话呢，没有受到美国狂轰乱炸的减损，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第2个的话呢，伊朗呢面对了这个霍尔姆兹海峡的控制当中呢，会底下有这个袖珍潜艇，然后上面的话呢，影响到这个世界的经济，也构成了一个谈判的王牌啊。那么这个的话呢，也是非常重要，也导致说它的这个浓缩铀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嘛，伊朗本身要生存，经过这一次的攻击以后呢，确实是把美国看穿了。然后这个第3个部分的话呢，就是里海，大家要知道，伊朗长期来受到了这个俄罗斯的那个军火上的提供啊，其实原则上来讲还不是中国了啊，受到俄罗斯的资源比较多。那地图一打开看呢，里海跟那个伊朗之间是有直接通行的啊，这个感觉上也比较接近。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伊朗来讲的话呢，这个情况如果武器源源不绝的话呢，这个最重要的，我觉得不管怎么讲，伊朗跟我们一样，都是看穿了美国不敢打地面战啊，以色列倒是很带种。啊，纳坦雅胡讲说，我们就要干啊，就要干。那问题是说，以色列讲说，如果我们单独干的话呢，没什么胜算；把美国拉下来的话呢，如果美国全国人都不活了，一起干的话呢，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但是以色列的话呢，能不能够控制美国，就看以色列的这个 lobby 的力量啊，就是一个 AIPAC 的他们在这个美国的游说的力量，看能不能够让这个川普回心改意啊，因为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至少我们知道，伊朗目前已经看穿了美国。好，一方面美国也是迫于现实，不管是在军事上面的压力，或者是在成本上面非常的烧钱打这一场仗。那另外一方面，刚刚说了，这个穆吉塔巴现在又喊话，说他还会再继续打下去，可能会再做报复。再来就看到伊朗的战力正在快速的恢复当中，真的有可能打这一场持久战吗？那厉将军又怎么评估？我们经常讲打仗打后勤内行的人是看后勤。后勤有哪几样呢？第1个补给，第2保修，第3卫生，第4运输那大概有这4大个项目。那我们从这4大项目来看看，这个停战开始，4月初停战到现在
这2个月伊朗做了什么事情？第一个我们看补给哈，伊朗第一个补给就是你东西没有的话，你怎么样这个运来？那我们第一个看到伊朗在这场战争里面，它的战力保存做得很好。所以它很多的这种，包括它的导弹，包括它这个导弹的发射架哈，甚至于无人机，我们都知道它储存在它的洞窟里面。那美军对它轰炸大概只是炸到洞口而已，对里面的设施影响都不大。所以第一个哈，在这个方面来讲，它自己本身因为在这个1个月的战争期间，它原来战力保存得很好，所以损失的不大。第二个，我认为说是就我们刚刚讲的，包括到俄罗斯可以透过里海。对它利用这条运输的路线，持续对它提供这个军需的资源，当然包括到粮食的资源哈，因为补给里面就包括粮食，我想说包括粮食，包括那油料是它自己本身都有的了哈。那弹药来讲的话，是不是俄罗斯从这个运用里海可以提供给他？那中国在这方面到底有没有帮忙？我们现在不敢讲，中国是否认的。可是你知道有些东西是军民两用的物件，譬如说制造无人机所需要的晶片或者导弹所需要的这种零部件是军民两用的。那在这方面哈，伊朗有没有可能借着民用的名义进口，然后将自己改装成军用？那第二个，我们讲说保修哈，这个战时的时候一定会遇到战损，就是武器装备可能会被炸坏或损坏。你除非说是100%被这个毁坏了，不然的话，我们通常都要讲究维修的能力。如果说你就像是一辆战车，如果说你有维修能力的话，它可能损失了20%，你很快维修完，它就是一辆可以这个作战的工具。但是如果你没有维修能力，就算是战损，只是掉一个轮胎，你这个武器你就不能使用。但我相信伊朗自己本身来讲的话，它因为长期被美国制裁跟封锁，所以它自己有自己的军工体系。我们看到包括到无人机，包括到这些导弹。甚至于飞弹发射架哈，甚至于无人机的发射架，几乎都是他自己生产的，所以他自己有能力生产，他当然有这个人才可以做维修，所以他将他战损的东西利用这2个月做好维修哈。那之所以说医疗方面，我觉得伊朗这个国家哈，这个平常讲，他跟美国比较起来，美国比较怕死，他打这场仗还真的不怕死。我们看到他后续所谓组织了这个上百万人的这个保护他们自己基础设施的这些人力来讲的话，可见得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的精神战力是远胜于美国的。所以基于以上几点，我认为哈，这个停战的这2个月，这个伊朗是不断的利用这2个月时间哈，这个他不断的不管是维修他自己的装备或者是生产他自己装备，我觉得他现在又达到一定水准。可是反观美国这2个月，我觉得可能川普在忙于其他事情，那美军的弹药不是这么快就能够生产得出来，他们都属于高价值的这种高性能的武器，那绝对不是短时间能够做得出来。所以在这个后勤方面，我觉得伊朗远胜于美国。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纳坦雅胡现在非常担心怕美国抽腿不再打这场战美国也有可能极可能抽腿，因为他后续发现他的后勤能力比不过伊朗。好，刚刚将军也特别帮我们提到说，确实现在美国的这些高价值的武器因为被快速的摧毁当中，对于美国来说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我们也来看到到底有哪一些高价值的武器，这当中包含的就是这一些美军的弹药消耗的状况，实在是非常的惊人。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字，战斧飞弹发射了超过了1000枚那么萨德消耗了大约50%到80%，爱国者飞弹消耗了过半。那么其他像是隐形长程巡弋飞弹库存剩不到20%，连本来要军售给台湾的140亿美元的军售，现在也确定了，因为中东战事的关系太需要这些武器了，所以呢，对于台湾的军售的部分是暂时搁置、暂时停止的。那么我们来看到花了多少的钱，因为这一次从这个美伊战争打到现在，一共呢根据统计，42架军机受损跟击毁，所以烧掉的成本是高达了290亿美元。注意了，这个数字还不包含其他项目，像是中东基地有损害部队要重新部署，还有后续飞弹的补充跟军备的支出，这一些项目都是非常烧钱的。也难怪现在川普不想打了吗？那张将军怎么解读？美国这个弹药库存急剧降低，有3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我们要看乌克兰战争打了第5年了，很多的这些西方国家，尤其是北大西洋工业组织，比如说德国。还有波兰等等这些国家，都把武器调拨去支援乌克兰。那这样他们要去补充他们的库存不足，都向美国买，所以美国已经大量给他们这些
我们所说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些国家，它美国已经有大量的已经绷鼓在那边，美国的库存当然就会降低啊。这个其实这是乌克兰战争啊。那第二个，我们知道以色列啊，在这个巴勒斯坦加萨走廊这一带跟哈马斯的冲突，还有黎巴嫩黎南地区这个冲突，以色列向美国买了各式的弹药15000个单位，他要补充啊，那美国也给，那美国这样库存就不够多啦。同样的，在这个伊朗的4天战争，美国大量消耗，那一大量消耗，真的库存就要见底了，因为你们这个乌克兰战争在用，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冲突在用，那现在他又在这个从2月28号打到4月初，总共40天，你这样子，美国弹药库存真的就见底，而且都蛮贵的嘞。你看那个萨德系统爱国者的飞弹啊，那一枚就是300多万美金，换成台币就是1亿啦，很好记，都是价值不菲耶。所以美国要去想到还有2个这个重要因素，第一个，这个伊朗啊，一半以上是山脉，然后另外40%呢是高原地带，真正的平原跟那个河谷可以适合耕种的10%，所以这个上面它挖山洞，结果你那个精准弹药打山洞，里面你打的是掩体，里面的武器装备好的，所以伊朗它有战力啊，你打的是掩体而已，为什么你那个在这个洞窟里你怎么炸里面？没有办法，所以这个伊朗的这个地形战略它是有战略优势，而且它又大，超过164万平方公里，它又大，所以它优势在这个地方。再来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大陆对美国有做稀土的限制，现在都是精准弹药，精准弹药用稀土越多，那你这样子稀土现在不够了，不够我怎么样能够做？我有这方面的这个设备、人才、厂房都有，但是原料不够，稀土这方面的原料不足。那我所能够做的精准弹药，现在打仗都用精准弹药了，不是像以前的自主，我就把这轰来轰去，随便轰，不是随便轰。现在精准弹还有导引，这些导引的系统，你这个定位的系统都有稀土的成分在里面，或多或少。那你现在稀土的所获的来源都被中国大陆给限制住了，而且中国大陆是对美国最大的稀土供应国，你一限制，那美国的整个产能受挫，那现在就是急剧的消耗，所以就变成了供不应求。所以美国造成这个状况，所以他现在要不要再去打第2波的战争，他就在筹措了。会不会跟第1波一样，也没办法让伊朗屈服？刚才厉将军讲到了，美国不要地面战会造成大量的牺牲，那这样伊朗底气就够了。你不怕，你不愿意打地面战，那我就跟你打地面战，你要不要来？所以美国是有所忌惮的，不光是地面战不打，而且最重要的武器弹药的大量库存已经消耗了很多。